终于等到《繁花》大结局了。其实就《繁花》的阵容水平以及前面铺垫的剧情，大家都在期待能有个凡人肺腑或比较华丽的收尾，为这一段追剧时光画上句号。可不得不说的是，期待越高，失望就越大。这部剧的大结局简直就是这2年看过最无语的了。商战踏儿戏，作为一部大男主传奇剧，真正能够凸显男主高段位的，不是浅层面上其他人的追捧，而是对宝总高智商及各种手段的描绘。可《繁花》对商战的处理，儿戏到始终觉得差一口气。就拿最后强总与宝总终极对决来说，临近结尾前面又有众多铺垫，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招，中间花里胡哨的招式来了一大堆，最后宝总还是几个电话就解决了。真正的紧张不是2个人真正交手，更多的依旧是镜头、背景音乐衬托出来的氛围，起了个高调，结果平平收尾。前面都在说多么厉害，这回一看明明啥都没有，对比之下强总变得蠢不堪言。包括剧中其他商战也拍得非常潦草，比如开头至真源要撬宝总的单子，魏总与范总聊得天好的好，可明明是来谈生意的，谁也不真的聊生意内容，上来就说宝总要的我都要的魏总，结果只能拿4万件，人家宝总能拿80万件，这不就是笑话吗？有这么谈生意的？包括汪小姐创办公司的第一个牛仔裤单子，这一段她拒绝宝总的帮助，其实情节上也有偶像剧式的理想化处理，但这个桥段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非常饱满，而且唐嫣演的也非常好，算是弥补了剧情逻辑的不足。李李人设前后割裂，原著中李李最后也了却红尘，选择出家，但在电视剧里对李李有太多正面高光的描绘，从而让结局李李的做法与前面非常割裂。后4集李李似乎是为了恋爱脑而刻意迅速坠入爱河，就算是认识很长时间，当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与宝总的对话都是非常清醒理智，从他的行为举止中看不见任何越界的情感存在。应该大部分观众都默认李李与宝总的关系最多只停留在肉体的欲望上，而没有什么情感羁绊。而宝总之所以能为其沉沦，也是因为李李有强大的内核以及清醒的认知。从最开始李李来到黄河路的状态来看，他其实就是为了洗白 A 先生留下的钱，预计2年，随后远走高飞。中间李李也是这么做的，一切只看利益，甚至到了脱手至真源的时候，在给宝总打的电话里都没多说一句话。就这么一个人，能将宝总幻想为先生好不容易把钱拿到手，去还钱自首，然后出家了。大结局胡歌只有5分钟，唐嫣爆改大女主。说真的，在后半段追剧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的感觉到汪小姐才更像是大女主，而且是偶像剧里的大女主。她一定家境不错，不仅在27号做得风生水起，还有宝总作为大靠山，受到诬告能依旧乐观在逆境里茁壮成长，后洗刷冤屈与追求者合伙开公司，拒绝宝总帮助，几句话就感动了厂长。虽然他确实有豁出命的闯进，可做生意谁没有这种打拼意识？机会可不是用命就能换来的。最后更是直接晋升为汪总，让男主跟多年以来的老师诀别，风风光光回到27号。最后男主还为他赴了5年之约，谁敢信这是女二？甚至第30集完全就是从汪小姐的视角去告别的。男主戏份加在一起也就5分钟左右，让汪小姐的故事圆满后，男主几句话闪过，最终章结束。这就是所谓的大男主吗？爷叔连结局都不配拥有。我最遗憾的是爷叔与宝总没有圆满的收尾。这个圆满的收尾不一定非得是大团圆，至少要正式，以2人相识开局，以2人奔赴各自人生，分道扬镳互相祝福，或永不相见结尾。收尾呼应我想观众心头憋着的一口气才算呼出来。导演将宝总塑造成了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感恩林子与自己白手起家，互相熟识，对善良天真汪小姐心动，愿意放弃大单子满足他的事业心，也能在最后与李黎坦诚相待。唯独辜负了一手将自己捧上如今地位的爷叔，心寒。对付汪小姐，爷叔不是没有问过宝总，他在做任何决定时都会尊重阿宝的想法，
甚至在与汪小姐竞争这件事上，问郭宝总2遍，是不是真的要坚持？一生能遇到这样一位贵人，宝总该如何感恩，如何回报？他甚至都没把爷叔送到门口，送到电梯，笑了笑，俩人再也没见面。既然重情重义，怎么对爷叔就如此轻率？这部剧更像是女性群像，本应该是大男主的宝总，反而在自己的故事线里活得潦草。当然，不是说《繁花》不好，也并不是批判演员，只是前面起调起太高，观众肯定对结局也会有比较高的期望，可这故事越发展越跑偏，追剧始终觉得差一口气，就算最后也没有把这口气提起来。这部剧给了大家一个开放式结尾，有人觉得先生或许就是宝总，有人认为宝总最终还是与汪小姐在一起了。而原班人马加盟的影版《繁花》还在创作中，或许电影会给观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吧。不知道这部剧的大结局是否让你满意呢？